我生日当天，男友的女闺蜜顶着39度的高烧，淋着大雨跑到我和男友同居的房子，我庆生。刚进门，人就晕倒在我男友的怀里。我问男友这是什么意思，他却手忙脚乱地把人扶进房间，然后责怪我什么意思？阿云生着病，冒着大雨来给你庆生，徐怀然，你这是什么态度？他现在都晕倒了，你能不能有点同情心？别在这时候无理取闹。那一瞬间，我真的怀疑眼前的人是谁的男朋友。家里没感冒药了，你下去帮他买点感冒药。周佳明自然地使唤着我，完全没在意我刚刚的质问，也完全没考虑我下去买药后房子里只剩下他和金云孤男寡女2个人合不合适。你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去啊！周佳明继续对我催促着。对我轻慢的态度，不同于对他怀中人的紧张关怀，让我如鲠在喉。我摔门而去，但不是给他的金云买药，而是看到金云耍那点小把戏恶心，看到周佳明被那点小把戏迷得五迷三道的更恶心。金云其实是我大学室友，周佳明是我们隔壁系大我们一级的学长，又是金云的发小。我和周佳明能在一起，也是因为大一的时候，周佳明经常送金云回宿舍，偶尔和我们碰上。然后周佳明开始追我，金云在一旁帮衬着，给我们推波助澜。说实话，这3年我和周佳明在一起还算幸福，毕竟周佳明真的是个很细节很深情的人。他会给我打伞的时候，自己淋湿半边身子，却不让我淋一点雨。他会在出去约会的时候，口袋里永远帮你带着一包纸巾。如果不是在一起的时候太幸福，我也不会在大4搬出来住进周佳明租的房子里跟他同居。可一切幸福，在我和周佳明同居没多久，却都变了。金云不知怎么回事，突然变得特别喜欢掺和我和周佳明的事。不管我和周佳明在家吃饭还是出去约会，他总爱黏着我蹭饭。实习开始后，我们宿舍另外2个去了外地实习，金云选择和我一样在本市实习，一个人住宿舍，然后动不动就找周佳明帮忙，就连女生宿舍停电，他都要半夜打电话给周佳明哭诉。还有1周前金云生日，他非要请我和周佳明吃饭唱歌。我们3个人坐在空荡荡厢，大眼瞪小眼，而中间我去洗手间的空档，隔音不佳的包厢却传来金云用麦克风喊话的委屈。他对周佳明如泣如诉地喊：佳明，当初我不是故意不回应你的，是怀然喜欢你，他求着我把你让给他，我没办法才那么做的。我以为我可以忘了你，可我做不到，我后悔了，你能不能再给我次机会？委委屈屈的哭诉将我一下子置于被动之地。我急匆匆地从厕所出去，想质问金云是什么意思，我什么时候求过他把周佳明让给我？可我冲进包厢时，金云已经不在了，只有周佳明一个人茫然地对着嘈杂的电子音。我不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，只是当晚我问周佳明，我去洗手间时，金云有没有对你说什么？他怎么那么突然就走了？他用一句睡觉吧打发了我，然后就转过身背对着我关了灯。这1周来，我一直在为金云的那番话困扰。我一直在犹豫要不要直接和周佳明挑明，可又担心他根本不在意金云那番话，我讲出来试探他，反而会破坏我们的关系。外面的冷空气吹得人头脑也清醒了几分，我有些懊恼自己为什么要把空间留给那俩货，所以我愤怒地起身往回走。但用钥匙打开门的一瞬间，我整个人愣住了。周佳明和金云正抱在沙发上在接吻，突如其来的情况让我脑子一片空白，我不知所措地站在门口，忘记了自己要做什么。还是周佳明先有所动作，他看到我立马松开了金云，但手却依然扶着他，仿佛怕他体力不支被碰到。怀然，你听我解释，阿云发烧了，有些不清醒，刚刚是个意外。这意外还挺巧的，是不是我来的再晚一点，还能看到你们在床上的意外？毕竟运动一下能出汗，出了汗感冒才好得快。我冷笑着问。一个是我大学室友，一个是我的男朋友啊！你现在怎么变得这么低俗，这么咄咄逼人呢？我都说了，刚刚是意外。周佳明似乎找到了可以争论的点，态度变得强横了起来。但我没和他争论，我只是径直穿过他，走向屋内，开始收拾我的行李。你做什么？
周佳明的声音从外面传来：“给你们腾地方。”徐怀然，你能不能让我消停一会儿？阿云现在病得很严重，你能不能有点同情心？我真的没心思和你吵。我收拾衣服的动作顿了顿，手心攥了攥，然后迅速装好东西，从卧室走了出去。徐怀然，周佳明在身后大喊，但我没理他。我让你给阿云买的药呢，你要走，至少先把药留下吧。他又在我身后喊，声音烦躁又焦灼。我的脚步停下，合着到现在他心里心心念念的还是只有金云。咬了咬牙，我把房子的备份钥匙狠狠地朝周佳明砸了过去。徐怀然，阿云，周佳明，从金云跟你表白的那天开始，你就想跟我分手了是吧？既然你这么在意你的阿云，让她做你女朋友好了。从今天开始，咱俩分手了，以后都没关系了。要你妹！我去你大爷的！周佳明被钥匙砸到，又是骂我神经病，又是骂我疯了。但他那些倒胃口的话，我一句都没兴趣听，只是潇洒地带着行李碰上了门。下了楼，我打车去了在本市工作的表姐家。到了表姐家楼下，她急匆匆地打着伞下楼，看我推着行李箱，满眼疑惑。怎么了这是？我和她说了和周佳明的事儿，以为他会安感我，谁知他却风轻云淡地讲，所以啊，你谈恋爱做什么？不找对象就不会遇到这样的事，不遇到这样的事，你还会为这样的事烦恼吗？我无语了一瞬，然后默默给表姐竖了个大拇指。真不愧是我的女强人表姐，原本还伤心生语的心情被她一盆冷水泼下来，现在连伤心生气的心情都没了。当晚我冲了个热水澡之后，躺在了床上玩手机，发现周佳明给我发了消息，你之前多买的新牙刷放哪了？看着手机上的消息，我的火气一下子又窜了起来。但我正准备跟周佳明在手机上大干一场，表姐却突然从我手中抽走了手机。徐怀然，我告诉你，我睡觉对光敏感，对声音也敏感，你要晚上把我吵醒，耽误了我明天上班，我大半夜也把你轰出去。表姐讲完，把我的手机扔进她床边的床头柜抽屉里，然后关了灯。晚安。接下来的一周，周佳明和金云默契的谁也没有联系谁。虽说几年的感情付出一下子断了，让人难以接受，但只要一想到周佳明和金云的事，我就恶心。更让我难以接受的是，金云在包厢里背着我对周佳明讲的那番话，还有周佳明这段时间来的转变。我几乎可以猜出来，周佳明曾经真的追过金云，甚至于我以为的周佳明对我的追求很可能都是凌云让给我的。毕竟一开始周佳明追我时，电影票是让金云转交给我的，周佳明请我吃饭也是金云帮他约我的。我以前从没细想过这些事，但现在仔细一琢磨，却能回过味儿来。大概我这3年以为的深情，只是周佳明退而求其次的选择。我只是当初金云为了摆脱周佳明打发给周佳明的备胎。而我之所以从没有怀疑过金云，是因为金云大1到大3一门心思扑在某个学长身上，甚至于为了帮他追到那个学长，我还出谋划策过。可如今他竟然去聊已经是我男友的周佳明，还对着周佳明讲，当初是我求他把周佳明让给我的。我真的从没遇到过这么恶心的人，也没被别人这样设计过。之所以一直留着2人的联系方式没拉黑，不过是在等他们的一句解释，等他们的一句道歉，可他们俩却仿佛把我从这个世界上遗忘了。这天，大学室友孟楠发给我一张金云的朋友圈截图，然后问我金云什么时候谈的对象，快毕业了，她怎么突然找了男朋友？而且怀然，这手表看着好眼熟啊，是不是之前你给你男朋友买的也是这款手表？孟楠发我的截图是一张牵手的照片，其中那只男士的手上戴着块商务绿水鬼。云在照片的上面配文，这手还挺暖的。看到孟楠发我的消息，我愣住了。我没想到周佳明和金云这么不要脸，2个人竟然敢在朋友圈堂而皇之的秀恩爱。而且周佳明还带了我之前送他做生日礼物的商务绿水鬼。我快速地找到金云的微信，拨了电话过去，想问问他还要不要脸，但刚按下语音通话，系统却告诉我对方还不是您的好友，请先添加好友。突然之间，我不知道该笑还是该笑，或许真的是做贼的人心虚吧。可怜我这个傻子，还以为他们能有点礼义廉耻，还傻傻的等着他们道歉，无语了很久。
然后我如实回了孟楠消息。金云的新男友就是我前男友。孟楠听完，给我连发了3条消息，跟着孟楠的电话就打了过来，我才把周佳明和金云做的事情原原本本的跟孟楠讲了。孟楠听完就开始炮雨连珠的轰击我。徐怀然，我们宿舍发生这么大的事情，你竟然什么都不告诉我呀？金云太过分了，他到底在想什么呀？你不跟我们讲这些，该不会是顾忌金云的面子，还给他留脸吧？那可真不是，只是我上班实习太忙，没时间想这些。下了班回到表姐家，表姐说我在她那儿不能白吃白住，得给她做饭打扫房间抵房租。而且她说她有生物钟，晚上10点半必须关灯睡觉，一到10点半就把我手机收走，哪怕我睡不着觉干瞪眼，也不准我玩手机。我这几天被她折磨到自己都快忘了失恋这事了，也就中午在公司午休的时候能想一想。然后我又把在表姐家的遭遇如实和孟楠讲，孟楠听完又心疼了我一遍。怀然，你这也太惨了，刚被双向背叛，还要被魔鬼表姐折磨，要不您有空去我那住吧。几天后，我回到表姐家，正准备洗手给表姐做饭，表姐却让我收拾收拾出门吃饭，还神秘兮兮的跟我讲有好事。难得不用做饭，我自然乐得开怀，只是我没想到她说的有好事只针对她，不泛指我。因为去了后，我才知道表姐是让我替她相亲。她把我安排在市中心的一家卖某劳店里，等服务生把2份餐端上来，才告诉我她要干什么。这是我当然不能答应了，可表姐用1周不用做饭当条件，我才勉为其难答应。别误会，我是为了帮表姐解决困难，当然不是为了1周不用做饭。带着艰巨的任务，我立即在某乎搜了相关攻略，了解了拒绝人的流程。但我觉得万事俱备时，看到坐我对面的我人，却吓得差点从凳子上跳起来。我表姐的相亲对象竟然是我大学的直系研究生学长楚阳，更重要的是，楚阳就是当初金云追了3年还没追上的那个学长。金云缠了楚阳3年，我和楚阳又是一个系的，虽说我们俩人没正面接触过，但在学校的时候也碰上过很多次，难保他不认识我。楚阳看到我也愣了下，褐色的瞳孔里看我的眼神有些复杂，但我以为下一秒他就要叫出我名字时，他却放下背上的包，歉意地冲我笑了笑。道歉哈，我一下火车就往这边赶，但还是迟到了5分钟。你久等了，我不太明白表姐跟他怎么讲的，只是顺着他的话讲了句没关系。你点的是双人餐吗？我可以先吃个汉堡吗？等下我买单。他问得很客气，眼神中还流露出对食物的渴望。联想到他刚刚讲的火车，我立即接话，我猜到你坐火车赶过来，路上肯定没吃东西，就提前点了餐，快吃吧。他若有所思地看了我一眼，然后讲了句谢谢，跟着拿起了汉堡。看样子没认出我来，我松了口气，心里酝酿着什么时候跟他讲那句咱们不适合比较合适。忽上说，起码俩人得吃完饭，吃饭期间问个跟钱有关的问题，然后根据对方的回答借口拒绝。学另一个长字差点脱口而出，还好我意识到什么，立即改了口。刚毕业没多久，你现在收入应该不高吧？是不多，税后就7000多，税后7000多，周佳明税前才4000，还不多。我被他吓得又差点喊出长字，还好我又及时改了口。席上，听说你一直很优秀，没想到毕业后也这么优秀。他咬着汉堡，神色怪异地看着我，突然咳了起来，场面一时有些尴尬，我也感觉到了。前面那么贬低人家，后面又突然尬夸，是个人都觉得尴尬吧？不行，我装不下去了，清了清嗓子，我端着我表姐的架子对学长弟弟道：小杨，其实咱们俩不太合适，要不然就算了吧。我话音刚落，楚阳仍在咳嗽，还没回答我，不远处却传来一道熟悉的惊呼声。楚学长，徐怀然，你们！发出惊呼的是个穿着一条素白的纱裙，一副小百花的模样，楚楚动人地站在离我们不远处的金云。金云的出现让我有些社死，一来我是冒充表姐骗楚阳相亲的，被相亲对象拆穿有些尬；二来被楚阳拆穿后，还被金云亲眼看到，金云肯定以为我是为了报复他，这简直是大型灾难现场。
楚学长，你和徐怀然怎么会认识的？他在我们旁边自来熟地坐下，怀疑地看我一眼，又对着楚阳讲了遍我的名字。我往后挪了挪椅子，丧气地准备和楚阳摊牌，但楚阳在我开口之前，却先我一步开了口。我们一个系的，我认识他不正常吗？他竟然认识我，我刚刚还在他面前装那么久，简直妈了！你刚刚是在追求徐怀然吗？是，他言简意赅。可是学长，你不是在上海工作吗？你们两个异地的话，是不是不大好？金云问得急切。他毕业了就可以去找我，我有时间也可以来看他，只要他答应跟我在一起，距离对两个人来说是问题吗？可你之前金云想讲什么，但他忌讳地看了我一眼，又把话咽了回去，略显苍白的小脸勉强撑出一点笑。怀然可真幸福，刚分手就被学长追了。我不太清楚金云和楚阳之前发生过什么，但金云讲这话，我闻到了浓浓的茶味。会说话是吧？谁不会呢？金云，大晚上的你一个人穿这么少出来，是跟男朋友约会吗？你男朋友周佳明呢？我饶有兴趣地看着金云，我赌10万块，楚阳肯定不知道金云和周佳明的事，就像周佳明不知道金云和楚阳的事一样。果不其然，金云像被踩到尾巴的猫一样，整个人都慌了。徐怀然，你说什么？我都跟你解释过很多了，我和他只是朋友。学长，你别误会。学妹，你特意跟我解释会让怀然误的，既然你有约了，就不打扰你了，拜拜。楚阳没理会金云的话，直接对他下了逐客令，但金云没动。我没跟人约会，我就是想来吃个汉堡。那你慢慢吃吧。楚阳拉开了椅子，看向我，怀然，你不是说想喝奶茶吗？走吧，我带你去喝奶茶，我们顺便谈谈。我跟着站起来，对金云讲了拜拜。金云被动地看着我和楚阳离开，眼神中的楚楚可怜逐渐变成愤恨。从店里出来，我和楚阳一前一后走着，气氛有些诡异。我说，学长，你好像不太喜欢金云。学妹，你对他的敌意也不小。然后我们俩相互看着，直到俩人都忍不住笑了场。对了，你和江月什么关系？良久，他对我问道。她是我表姐，我对楚阳实话实说。毕业前提防着点金云，他可能会找你麻烦，他那人挺阴的，他提醒我道。怎么说？他好看的眉眼皱了皱，纠结了片刻才开口。原本我着急和你表姐相亲，是想找个跟金云毫不相干的人，既能打发了金云，又不会影响对方，可我没想到你会替你表姐相亲。刚刚我就想告诉你的，但你一直逗我笑罢了。这次算我欠你的人情，后面我喊你。和楚阳把话讲开了，他送我回我表姐那的路上，我们俩的话题也多了。楚阳说，他毕业前金云总喜欢到他宿舍楼跟教室堵他，还特意报了他当理事的社团。金云还跟人标榜楚阳是我的人，搞得他们全班都以为他玩弄学妹不负责任，逼得他卸任了理事，连社团也退了。大3的时候，他追一个女生，但不知怎么回事，原本眼看就要追到手的女生，却突然把他拉黑了。后来他细问才知道，是金云跑那个女生面前说他坏话。这事虽然后来他解释清楚了，但女生说她接受不了两个人恋爱的时候身边总围绕着个难产的人，所以感情还是缓了。听着她近乎控诉的话，其中很多事情我还听金云讲过，只是金云讲的立场和她讲的立场完全不同。比如退社团这事，当时金云在我们宿舍哭了一夜，还拿简短的2句楚阳和他的聊天记录给我们看，害得我们宿舍3个为他义愤填膺，觉得是楚阳这人没担当。退社团甩锅就算了，还把矛头指向小女生，人品太过低劣。所以我们3个曾心疼他，心疼得不得了，还差点为了他找楚阳干架，但被他拦住了。金云标榜楚阳是他的人，这事我也知道，因为他在宿舍天天喊小杨洋，他四处堵楚阳，这事我也知道，因为我们宿舍3个都被他缠着陪他去堵过人。当时看他追人追得这么猛，我们还觉得他为爱执着，像偶像剧里的剧情，一边给他打气，一边安慰他骂楚阳没眼光。但如今从楚阳的口中讲出这些事，联想到当初金云那火热的劲儿头，怪不得金云说楚阳高冷不近人情。被他那样缠上，
别说高冷了，没神经衰弱就不错了。学长，我为曾经骂过你的那些话跟你道歉。以前我不了解事实，偏听金云一面之词，是我们误会你了。但你怎么知道我现在讲的是真话假话？也许我和金云一样，也是为了博同情骗你的呢。他挑着眉饶有深意地看着我，因为还记得他刚跟你讲了我刚分手的是吧？我抿了抿唇，那个狗男人就是被他抢走的，狗男人现在是她男朋友。怪不得你对他仇恨值那么大了。楚阳有些不厚道地笑起来，但跟着他又突然爆粗，不对，他有男朋友了，怎么还缠着我？你看他刚才承认了吗？回到表姐家，介于要收表姐的人情，我只是勉为其难地告诉他相亲的事搞定了，没跟他讲细节。表姐听完很愉快，拿了浴巾就进了浴室。跟表姐讲完，我才发现手机的呼吸灯一直在闪，竟然是金云给我发的消息。在吗？徐怀然，你这样有意思吗？另外还有2条撤回的消息，不知道发了什么，发送时间是半个小时前。算算时间，那会儿我和楚阳刚离开麦某劳没多久，只是他的这2条消息上面打了感叹号的消息依旧清晰可见，对方还不是您的好友，请先添加好也清晰可见。他竟然当作什么都没发生，偷偷把我这个单向好友加了回来，还舔着脸跑来质问我，这样有意思吗？我忍不住问他，我很好奇，你怎么有脸问我这样问题的？消息刚发过去，金云的语音电话就打了过来。看着屏幕上急不可耐的某人，我很是恶趣味地打开了手机自带的录屏功能，然后才点了接通。怀然，你还在因为周佳明的事怨我对吗？我那会是病糊涂了，把周佳明当成楚阳了。我对他没那种意思，不然我当初也不会设和你和他。他把我当傻子，我也装傻问他，那你之前怎么不跟我解释？我和周佳明那样，还被你撞见了，真是太尴尬了。我不知道怎么跟你解释，才这么久没联系你，但我真的没想伤害你。我皮笑肉不笑地听着，果然应了那句绿茶贼能演。其实周佳明也还喜欢你，这段时间他一直在问我怎么才能挽回你，跟你分手后他挺难受的。怀然，我知道你联系楚阳是为了报复我，你也还喜欢周佳明的吧？咱们其实没必要这样互相伤害，我帮你和周佳明复合，你别赌气答应楚阳，你把他让给我行吗？听得金云近乎虔诚的话娓娓道来，我忍不住想，但凡我之前没发现他把我删了，但凡梦楠没把他牵周佳明手秀恩爱的朋友圈发给我，但凡今天我没碰到楚阳，但凡我对周佳明还有一点感情，我今天是不是就被他蛊惑住了？深吸了口气，我问他，抛开我和周佳明的事情不说，单说把楚学长让给你这事，我怎么让？把一个大活人像个东西一样送回你？我也送不了吧？你只要拒绝他，别跟他在一起就行，其他的事情你就不用管了。怀然，可以吗？他急切地问我。我考虑考虑吧。我敷衍了金云一句，然后挂断电话，同时保存了录屏文件。然后我搜了周佳明的名字，本来想把录屏发给他的，但点发送前却收到一条好友申请，是个穿着暖灰色卫衣的男生背影头像，备注楚阳。我思考了下，默默关了周佳明的聊天框，通过了楚阳的好友申请，跟着把原本打算发给周佳明的录屏文件发给了楚阳。5分钟后，楚阳发了一连串省略号给我，跟着是一条语音消息：姐姐，你没答应他吧？诡异的称呼让我愣了愣，才回他没。然后我问他，学长从学院群里加我，应该不是为了给我发省略号，看我的录屏文件吧？他回，原本是想给你兑现人情承诺，但看完你发的录屏后，我突然又有了个别的想法，虽然有点冒昧。你能当我半个月的女朋友吗？你让我假装你女朋友骗金云，但为什么是半个月？因为我来这边出差就是为了和金云实习的公司合作，对接流程走下来差不多要半个月，怪不得他沦落到被安排相亲了。学妹，好不好吗？学长，不太好吧？金云那样对你，你就不想释放你心中的小恶魔，对他施展下报复什么的吗？楚阳似乎完全了解了我的心思，一语中的。原本我也有这方面想法，被他拆穿后，我也懒得矜持伪装了。男朋友，你这样讲你女朋友不好，女朋友说不好就不好，我改。
男朋友，你态度挺诚恳的，不过我要睡觉了，晚安。女朋友，晚安。第二天，我按照跟楚阳约好的，下班后到了金云实习的公司找他吃饭。我见到楚阳的时候，他身边还跟着个金云，我对此并不意外，不过金云看到我却有些意外。学妹，我先走了，拜拜。楚阳看到立即对金云道了别，然后在金云发愣时，楚阳抓着我的胳膊离开了他。我们几乎是刚出门，金云的消息就发了过来。徐怀然，你在搞什么？我们不是说好的吗？你怎么还和楚阳有联系？楚阳看着我看手机，问我怎么了。我把金云发过来的消息给他看完，他抬眸看向我，问我打算怎么回答。我没回他，只是在屏幕上打字。不好意思啊，我还是觉得楚学长比周佳明好，而且周佳明心里只有你，我要回来也没用，那个人就送你吧。发完我给楚阳看，他跟着对我竖起了大拇指，然后豪爽地问我，走，女朋友，今晚想吃烤肉还是火锅？我请客。撸串行吗？烤茄子、锡纸金针菇，还有烤韭菜，我已经怀念很久了。行，女朋友说话哪有不行的？我和楚阳一拍即合，然后准备去附近的公交站乘公交。谁知他却拉住我说他打车可以开发票找公司报销，于是乎他奢侈地叫了网约车。在他打车的时候，金云又发来消息，徐怀然，你怎么能背信弃义？你明知道我喜欢楚阳，还故意撩拨他，我们好歹是有一场，你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吗？我简直黑人问号脸。我什么时候答应他把楚阳让给他了？而且他的脑回路怎么跟正常人这么不一样呢？女朋友，看什么呢？这脸怎么皱成小苦瓜了？楚阳打完车悠悠问我，我又把金云发来的消息给他看了，他看完经验丰富的劝我，你别回他，你越理他，他就越上劲儿，跟他这种人你说不清楚的。车快到了，撸串要紧，我出了口气，对楚阳的话表示赞同。也是跟楚阳愉快地撸完串，他送我回去的路上，梦楠给我发来了消息，2张图片，一张是我和楚阳相携从金云公司门前离开的照片，另一张是金云和我的聊天截图，但聊天内容被他处理过，他把我回复的那条不好意思啊，我还是觉得楚学长比周佳明好，而且周佳明心里只有你，我要回来也没用，那个人就送你吧，给删了。所以单凭看聊天内容，就好像我之前要找他质问时的情景，他一直在质问我，我却心虚的连回答都不敢回答。梦楠发完图片，着急的发语音问我，怀然，怎么回事啊？你不会真为了报复金云，去勾引金云喜欢的人了吧？虽然你是受害，虽然那个学长也不是啥好人，但这样利用别人也不大好。我听完一整个大无语，金云真的惯会卖惨，而且惯会扭曲事实，搬弄是非。深吸了口气，我给梦楠打去了电话，又和他讲了一遍事实经过，然后又把我之前录屏的视频，还有我和金云的完整的聊天截图发给了梦楠。我突然无比庆幸自己当时录屏的这一手操作，不然今天让金云这样搞我，我真的跳进黄河都洗不清。梦楠看到2个东西，打了一大串感叹号给我，然后又跟我感叹，怀然，我突然觉得我完全不认识跟我同铺3年的人了，我现在完全分不清他哪句话说的是真的，哪句话说的是假的了。是啊，就比如说之前在金云的描述中，楚学长是个高冷无情的人，但你知道金云对楚学长干过什么吗？他弄飞了人家马上要成的恋爱，而且那次金云跟我们哭诉，楚学长抱怨他害自己退社团的事，其实真就是金云害的。楚学长本人跟金云描述中完全不同，我们都被金云骗了。你这一说，我突然想起件事来，芳芳有一年不是拿了奖学金，然后又被人匿名举报她考试作弊，然后害得芳芳奖学金被取消了。你说那个匿名举报的人会不会是金云？孟楠的话让我一愣，那年老师调监控确实发现了芳芳往边上看的动作，芳芳没办法自证清白，奖学金就那么和她失之交臂。也是因为那件事，原本开朗与人为善的芳芳一瞬之间全变了，她变得很防备人，人也孤僻了。
可那次芳芳痛哭委屈的时候，明明安慰她安慰的最多，最为她打抱不平的明明就是金云啊！如果举报芳芳的人真的是金云的话，那真的让人细思极恐。回到表姐那儿，表姐见我回来的这么晚，虽然接下了我特意给她带回来的烧烤，但还是多说了几句。徐怀然，那个小男生虽然帅，但他年纪轻轻就出来相亲，难保目的不纯。你别傻了吧唧的又一头栽进去。害人之心不可有，防人之心不可无。听着表姐的唠叨，我疑惑地看着她。姐，你怎么知道我晚上跟他吃的饭？我明明只告诉他晚上约了朋友。像你这样还没毕业，实习1个月工资只有1000左右的在校生，平时连买个面包都要比来比去。你如果约的是你学校的同学，你们有余钱挥霍去吃大餐吗？如果是你们公司团建，一群人也不会去吃烤串，所以跟你约好的肯定是个社会人，而你最近接触过的社会人不就那一个吗？但你怎么肯定约我的不是那个渣男呢？还有一种可能性，那个狗男人觉得自己后悔了，回头来挽回我，约我去吃烧烤啊。表姐喷了喷舌，徐怀然，咱们家的女儿都是有血性的，你总不至于犯贱去跟个渣男牵扯不清吧？如果真是那样的话，我有点嫌弃你，跟你是一家人真丢脸。听完表姐的解释，我对她竖起了大拇指，这话说的没毛病，果然社会还是我表姐。表姐得意地看了我一眼，给我使了个眼神，让我把烧烤给她加热了。微波炉转热后，她一边小心翼翼地撸着串，一边问我，徐怀然，你现在放下那个渣男了吧？我点了点头，没啥感觉了，就是想起来有点为自己那2年可惜。表姐嗯了一声，继续道，其实这段时间我一直压榨你，不是欺负你，就是想转移你的注意力，让你从那段感情里走出来。那个相亲对象也是我安排给你的，挑的跟你一个学校的人。不过我还是觉得那个小男生有问题，他肯定目的不纯，你小心点，别刚出虎穴又进了狼窝。听着表姐的话，我突然一下子扑进了她的怀抱。喂，你干嘛？烤韭菜弄我真丝睡衣上了，很贵的。我给你洗，我给你手洗行不行？人家感动吗？先让我抱一下。感动就明天给我做饭吧，我吃外卖吃吐了。因为表姐，第2天我没去找楚阳，而是特意早早的回去给表姐做了晚饭。当晚，楚阳给我发消息说我不去不行，他找借口跟堵他的金云说跟我吃饭。金云还非要一起去，他说金云好像有些怀疑我们假扮情侣。虽然看不到楚阳此刻的模样，但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他愤怒与无奈。学长，你又不是不知道他尤其擅长伪装，怪也只怪你太优秀了，谁让你被他看上了呢？我前任那个狗男人舔了他3年，他都不为所动呢。你会说话就多说点。好了好了，我明天会去解救你的男朋友。等你解救女朋友，第2天下班后，我又去了金云实习的公司找楚阳，但到了后却发现周佳明也在。很久没见，他似乎比和我在一起的时候更精神帅气了。看到这样的周佳明，我突然想起一句话，如果和我在一起的不是你，别人都只是凑合。想到自己被凑合的2年，倒没有多难受，更多的是委屈，替过去的自己委屈。我竟然当了别人的备胎女友2年。周佳明似乎一直在玩手机，没看到我，我也像没看到他一样，直接朝大厅内坐在休息区的楚阳走去。等很久了吧？久不久无所谓，主要今天他没缠着我，这感觉挺爽的。他讲完，我就意识到了不对劲儿，周佳明出现了，而金云没缠着楚阳。果不其然，周佳明听到我的声音，跟着就朝我们这边走了过来，但我像没看到他一样，过去拉住楚阳的手。走吧，我快饿死了，今晚吃火锅行吗？我能看到，在我拉楚阳手的时候，周佳明的脸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变黑。这就介意了吗？那这样呢？我又挎住了楚阳的胳膊，我跑过来找你好累啊，你等下背我好不好？楚阳以为是金云出来了，非常上道地没推开我，反而摸了摸我的头，宠溺地说好。徐怀然，你还要不要脸？周佳明突然对我讥讽起来。楚阳被吓了一跳，看到周佳明后给了我个询问的眼神，我回了他个拜托的眼神，他又给了我个安心的眼神。你谁呀？
楚阳松开我，过去找周佳明质问。周佳明张了几次嘴都没讲出来他是谁，只是压下眼底的怒火，对我冷嘲热讽起来。徐怀然，你为了气我，竟然勾搭阿云的合作伙伴，你可真随便。怪不得你这半个月什么动静都没有，原来一直在筹谋这个。之前阿云跟我说我还不信，没想到你真是这种人。周佳明略带得意地对我嘲讽完，又施舍给楚阳一个同情的眼神。兄弟，你可真可怜，被人利用了还替他出头。不知道为什么，听周佳明说这些话，我有点想笑。被人卖了还帮对方数钱，是不是就这样子？宝宝，他就是我之前跟你说的那个哪都比不上你的渣男。之前我甩了他，他可能心里不平衡，你别听他乱讲，我们先去吃饭吧。我对楚阳讲了句，拉着他就走。周佳明好像才意识到他刚讲的话跟我们完全不在一个世界，他一副还没吵完的模样，想再讲些什么，但又讲不出口，只能眼睁睁看着我和楚阳离开了大厅。没办法，他的阿云最重要，他还要等他的阿云吗？我和楚阳刚坐上车，楚阳就忍不住笑了起来。我问他笑什么，他把金云刚发他的消息给我看了。楚学长，虽然你不喜欢我，但我还是不忍心看你受骗。你刚刚看到了，徐怀然答应跟你在一起，只是利用你报复他前男友，他根本不喜欢你，也不配得到你的喜欢。所以今天这一出是金云利用他的狗腿子来挑拨离间我们的，我还当他今天不烦我是想开了，谁知道他竟然还有后招。我上辈子是挖他祖坟了吗？让他这样死缠着我不放。可能是你上辈子把他18代鞭尸了。楚阳一脸无奈地叹了口气，又问，你说你那个前任知道金云在利用他吗？应该不知道吧，不然他真的是舔狗界扛把子了。他那么喜欢金云，要是有办法让他俩锁死就好了。楚阳感慨了句，似乎又意识到什么。怀然，不好意思，我没别的意思。没事学长，我早就不在意他了。吃完饭，我准备提前去付钱，谁知楚阳已经在餐桌上买过单了，压根没给我机会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楚阳说金云没有缠着他，我也没有再去找他吃饭。虽说我也算帮他忙，但一直吃人家的也不好。不过楚阳离开那天跟我讲了一件事，就在昨天，他用 U 盘共享 PPT 时，金云公司的人在他的 U 盘上发现了他们公司的文件，怀疑他借着合作盗窃他们公司的机密，让他解释。我听着也忍不住紧张起来，不用猜都知道是金云陷害他的。金云求爱不成，竟然使出这么下三滥的手段。我问他这是最后怎么解决的，谁知他却不慌不忙地跟我讲 U 盘可以查编辑人记录，所以他当着金云公司的面查了被写入文件的编辑人记录，查到了 Swayon 这个名字，进而查到了金云。查出来后，他反而站在了道德制高点责问责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对方公司一直跟他道歉，说会给他个解释的。出了这事后，今天他就没在公司见过金云。听完我开了眼界，U 盘竟然还有这功能吗？电子软件比你想象的用途更大，金云用他玩不懂的东西害我，这次他算自己挖坑自己跳了。本来我想追究责任，让他公司找到学校把事情闹大了，也算给他个教训。但我这边的工作结束了，今天就要走了，他公司好像只是把他开除了，也没有深究。你实习快结束了，回了学校还得面对他，小心点。听着楚阳的话，我心里挺感动的。他不觉得我们俩是陌生人，他利用完我，后面我遭遇什么都和他无关了，他竟然还在替我的以后考虑。我认真地冲这位机智又善良的学长点了点赞。送楚阳离开的第二天，周佳明给我打了电话，又是骂我报复心强，又是骂我阴险歹毒的。好家伙，合着金云是被抓难后不甘心，找他的狗替他出气来了。我没听他讲几句，只是骂了句傻逼就按了电话。之后周佳明又打来几次电话，都被我挂断了，但我没拉黑他，因为留着他还有用。实习结束后，我带着我们领导帮我填的满满的实习鉴定表，从表姐家搬回了学校。回了学校第一件事，我提前和梦楠跟芳芳打了招呼，说我想买个监控摄像头装在阳台的隐秘处。梦楠没意见。芳芳说只要不影响我学习考研，
你金云有什么恩怨，我都不参与。我不知道是不是金云和芳芳说了什么，但想起以前的芳芳，现在这样的她，看得我有些难受。交实习鉴定表前一天，我瞥到了金云的实习鉴定表大喇喇地放在桌上。因为之前楚阳跟我讲的事情，我忍不住好奇，多看了2眼，并不是他之前实习的公司帮他填的盖的章，反而是周家明公司的。周家明可真有本事。隔天，金云不知怎么回事，哭啼啼地跑回宿舍，就开始好起来。但他说了半天都没人理他，我扭头瞥了瞥别人。芳芳戴着耳机在看书，孟楠跟我交换了个眼神，询问我怎么办。我耸了耸肩，表示反正我不管。孟楠有些拉不下面子，长出了口气，敷衍地对他问道：金云，你怎么了？我觉得我毕不了业了。刚刚老师找我说我的实习鉴定表被别人举报代开，把我骂了一顿，让我以后不要做这种弄虚作假的事。班上不是很多人都是代开的吗？代开这是老师不管的吧？老师有说有什么影响吗？孟楠惊讶地从铺位上走到了金云身边。金云没说话，只是顾着哭。你别只顾着哭啊，你倒是说老师怎么说的呀？孟楠催他。老师说这次给我个教训，以后让我别做这种弄虚作假的事。那就没啥事，你也别哭了，咱们学院老师还是挺好的。孟楠继续对金云劝，金云却依旧不依不饶。可是老师说我了，骂我骂得特别凶，我从来没被人架过。孟楠正想说什么，芳芳突然摘了耳机，没好气地看向了金云，你能不能别这么玻璃心？快毕业了，大家都挺忙的，吵死了。芳芳讲完，拿着书出了宿舍。金云又被训了一通，愣了片刻，然后哭得更厉害了。我也听不下去了，用眼神问孟楠要不要一起走。孟楠纠结了下，又敷衍了金云一句，跟我一起背上电脑出了宿舍。我和孟楠到了教室，他问我金云的事是不是我举报的，我说不是。大家都知道实习鉴定表就是走个过场，你觉得以我对金云的仇恨程度，我会做这种不痛不痒的事吗？我要做肯定一招制敌，一下子把他摁死。可是金云的实习鉴定表跟其他代开的那些不太一样，你不是说他那个是真的是代开的吗？除了咱们俩，别人也不知道他那个是代开的，老师也不会特意去查，他还能被谁举报？不，你漏了一种可能，他在自导自演。毕竟他说他被举报了，也没别人知道，咱们也不能去找老师求证，说不定他是为了在芳芳面前演戏呢。说起来，你说金云现在一个人在宿舍在干嘛？赌1两米饭，你猜他现在有没有在哭？哭了说明是真的，没哭说明他在自导自演。你不是在阳台装了监控吗？看看他在干嘛。我和孟楠相视一笑，跟着打开了手机，但看到画面时，我和孟楠完全惊呆了。金云竟然在阳台上摘下阳台上晾晒的内裤，蘸着半截矿泉水瓶装的什么液体涂到了内裤上。我和孟楠第一时间往回赶，回到宿舍时，金云已经收拾好了现场。我们连东西都没放下，就跑到了阳台上，检查了所有的内裤，才发现我的、孟楠的，甚至于芳芳的都被涂了东西。我把涂了东西的内裤摔到金云面前，问他在上面涂了什么。他却跟我装无辜，你的内裤我怎么知道？可是金云，我不理解，你为什么连我也针对？我对你不好吗？孟楠，别跟他废话了，我们去找老师。我对你们干什么了？你们去找老师。金云有些慌了，我没和他解释，直接给老师打了电话。导员到了后，我把视频交给了他，我跟导员讲，我只有一个诉求，必须严肃处理金云。我相信学校和老师们，所以我先报告给了老师，没有第一时间报警。但其实我很清楚，这是报了警，对金云也没啥处罚，因为没有实质损害，警察来了顶多是调宿舍。可校方会害怕警察来，一旦事情闹大，对学校影响太不好了。导员保存了视频，说他会处理的。金云没想到我手里有视频，但他很快又冷静下来，死鸭子嘴硬，说是我和孟楠联手陷害他的，是我们让他涂东西的。但这样苍白的解释，导员信都不信，只说他会把情况反映给学校领导，学校领导会看着处理的。当晚，
金云没回来，周佳明又给我打电话骂我陷害金云，我依旧没解释，挂断了电话。几天后，学校出了通知，宣布实名开除金云。很快，周佳明带着金云来宿舍，收走了金云的东西。他见到我后，又头盖脸替金云骂了我一顿，还说我这样阴毒，早晚会有报应的。对于周佳明的指控，我依旧没解释。孟楠对此很不解，我跟他讲，还不是时候，起码得等到周佳明的利用价值被完全榨干耗尽，把舔狗的本事发挥到最大的时候。人没有彻底付出过，悲伤痛恨的时候，又怎么能歇斯底里呢？而且我怕周佳明追妻火葬场缠着我，我受不了舔狗。孟楠对我竖了个拇指。金云搬走后，我们宿舍空了一块，少了个恶心人的东西，不用天天提心吊胆提胆着，还有些不适应。其实金云实习鉴定表是我举报的，你们俩讲话那天，我在床里没出去，听到了你们俩讲的话。夜深人静的时候，芳芳突然讲了句话。其实我早就知道当初陷害我的人是金云，但我之前想跟你们说时，你们俩一个和他关系不错，一个在和他发小谈恋爱，我没法告诉你们。前段时间你们和我说了他的事，我想告诉你们时，又不知道怎么开口了。我猛地坐起来，隔着黑暗的光线看着芳芳静悄悄的床，心里被无限的心疼压抑着。掀开床，我正打算朝芳芳的铺位爬去，却发现孟楠已经跑过来了。傻芳芳，我还以为你是受伤了，故意不理我们的，这1年来苦了你了。芳芳，你应该早点告诉我们的。对呀，这些年我们被骗得好惨。挺好的，走了个茬，芳芳回来了，我们3个笑着抱成一团。领到毕业证这天，我把东西打包邮寄完后，终于好心发作，把压箱底的录屏文件发给了周佳明。周佳明看完，打电话过来问我，这是什么时候的事？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？我为什么要早点告诉你，让你早死早投胎？你想得美。徐怀然，我们好歹在一起2年，你对我就没有一点感情吗？你每次听我骂你很开心吗？你知道我现在是什么感觉吗？你就是故障报复我的是不是？巴拉巴拉的喋喋不休，我没兴趣听，响了电话，把他微信、QQ 和手机号都拉黑了，然后抱了抱我2位可爱的室友，进了离开的车站。我的大学也算圆满毕业了，晚安。